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这里的老师阿吴。这堂课我们要慢慢进入实际的修行方法了。阿吴首先要教的方法是观音法门，出自于《楞严经》25圆通中，由观世音菩萨介绍的耳根圆通法。这是观世音菩萨最初悟道的方法。阿吴在很久以前也是由此方法开始，在修行的路上小有所成。听闻此法，如见观音，有缘人请珍惜把握哦。因为人们对于眼睛和大脑思想特别的着迷和执着，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利用眼睛视觉和头脑思想的修行方法只适合当作辅助方法，而鼻子的嗅觉、皮肤的触觉与舌头的味觉相对有限，需要比较近距离接触外物才会触发感受。相比其他的感官系统，耳朵的听觉所涵盖的距离就相对较远、较广，也不像眼睛与大脑思想那般让人执着，所以特别适合地球人来当作修行的方法哦。而观世音菩萨对于地球人影响与帮助也特别深远。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吗？现代的灵性修行与成长的课程和讯息还是有不错的内容，对于身心的疗愈也有帮助。但若以得定悟道的方法论而言，佛家系统的方法在地球上是非常出色与突出的。可惜佛经文字太过古老，对于现代人生涩难解，组织发展太大，缺乏弹性，有太多传统包袱，懂正法的人少，而一知半解的人立下太多规矩，因此没落。阿吴不是指组织文化外在形式的没落，我是指正法在佛家系统的没落。修行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能与所和主客体的概念。你能看到东西，代表有一个能看见的和一个被看见的；你能听到声音，代表有一个能听见的和一个被听见的。这通用在你所有感官系统，这就是能与所，能观察的和所观察的，也是主客体的概念。主体是能，客体是所。而修行的初阶就是非常仔细的在你的感官系统中去区分这两者，这就是修行初阶所有的内容了。是不是很简单呢？会了吗？那恭喜你成功毕业喽！琥珀关门，阿吴回家喝酒去，拜拜。哦，好了，阿吴又调皮了，不玩上一集的梗了，到底要玩几次？快点回到正题，把主客体能与所分开，就是修行者在新手村要完成的进度。听起来很简单，但相信我，要彻底的分开能与所，这比你想象的还困难很多很多。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没知觉到如此细腻的能所，
号称在修行的人也少有人可以做到，多数人不知道要从这里开始起修，少数知道的也难以体会。绝大多数的修行者都被困在新手村里。你一开始会觉得简单，只是因为你非常不用心与不够细腻的去思辨去感受。只要开始去尝试练习，你就会发现困难重重。但这个困难就像学自行车那般，一开始练习总是抓不到平衡的诀窍，一旦学会了，你就不会再忘记了，那需要整个身体的学习记忆。修行也是如此，头脑知道了，只是刚开始而已。你需要动用全身的细胞知觉去学习，如此才能记住这个诀窍。这不难，只是改变了你感知的方式与注意力而已。这很难，因为人们太习惯以往的感知模式，而习惯成自然，所以很难去发掘和改变。但不要气馁，这是阿无所在的原因。我会试着引导你，记得要跟上车哦。这需要去体会和不断的练习，不只在打坐中练习，也要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让我们来说个楞严经里的小故事吧。这个故事是佛陀向大家说明如何去体会能与所、主体与客体，去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功能，这就是修行的第一步。找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功能，还不是道，还不是真理哦，但算是跨出第一步了。大家听听这个故事，好好体会一下喽。一天，佛在一个地方讲法，一位国王站起来问佛陀说：我虽然相信佛陀所说，但我还是有怀疑与疑惑，要怎么证明此心不生不灭呢？于是佛问国王：你现在这个肉身是像金刚那样常住不坏，还是会变坏呢？世尊，我这个身体会慢慢变坏，最后会灭掉死亡。你现在活得好好的，你怎么知道未来会死掉呢？我现在的身体虽然还没毁坏，但是我经由观察，发现我的念头一刻也停不下来。不止我的念头，我的身体也每一刻都在变化，都在变老。于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死掉。大王，你现在身体已经老了，渐渐在衰老，和你孩童时候有何不同呢？我还是小孩时皮肤润泽有光彩，后来慢慢长大，20几岁血气充满，而现在越来越老了，精神不如从前，面貌也憔悴了，头发都白了，皱纹长满脸，无法和年轻相比了。大王，你从小孩到现在的变化应该不是忽然之间就改变的吧？这个身心变化是很秘密在进行的，当下变化我实在没发觉，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发现自己已经老了。20岁时比10几岁时显得老，30几岁时候比20岁显得老，现在62岁了，回想起我50岁时，身体好像还更强壮些。佛陀啊，我们对身心的变化好像没感觉，但它总是秘密在改变，我仔细观察，它其实时时都在改变啊，所以我知道这个身体最后一定会死亡。你所观察的非常正确，你已经知道身体时时都在变化变老，但你知道在这个生灭的身体内，还有个不生不灭的吗？佛陀继续说：大王，你是从什么时候看到恒河水的？我3岁时，妈妈带我去找老师，经过恒河，那时我就知道这条河叫恒河了。大王，你的身心时时都在衰老，但你3岁看到恒河的那个能看的功能和13岁时看恒河的功能有改变吗？世尊，那个能看的功能和我3岁时完全没有变，到了我现在62岁也没有变化。大王，你的面貌会变老，身体会衰退，但能见的这个功能，这个见精是不会变化生灭的，能够变化生灭的最后当然毁灭了，但这个不会变的，本来就没有生灭，你如何能在这个没有生灭的功能中，让它加上你生死的观念呢？这个功能是不生不灭的，
它不受你生死的观念所影响。故事结束喽。楞严经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情节引导，一再的点出那个不生不灭的功能，也就是现精。这个见精是一种纯粹的能，它不只是指眼睛的能，包括我们的五种感官和意识的能都叫见精，也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说的元意精明，分成路和合的那个精明，也就是观音法门里所说的闻性。古代耳朵的听觉称为闻，而闻性就是指能听的那个功能。而这个功能也是不生不灭、不净不垢、不增不减的常驻于世，这就对应到了心经所说的观心法门的观了。修行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出此见精。真正的修行就是如此简单明确，没有七彩绚丽的光芒，没有华丽繁琐的仪式，直指修行的核心。如此朴实，却没有什么人知道，知道了也没人想练，练了方法与观念也都错误。现代人一修行就要廉洁高我，就要吸引财富，就要开第三眼，这些都是太过诱人的广告，吸引你进场买单，大多都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短视尽力。佛陀、菩萨们和阿无教的方法朴实无华，却直指核心，直接指出了月亮在那儿，这才是捷径，这才是琥珀神秘学院的精神所在。虽然此见精还不是真理，还只是月光。如果把太阳比喻为真理，现在说的这个功能就如月亮的光芒。月亮不会发光，它的光芒来自太阳的照耀。因此，当你体验出此月光后，后面还有一层，但你必须先抬头看到月亮的光，才能再继续追溯下去，不是吗？然而，这要如何开始着手练习呢？在我们进到下堂课开始正式讲观音法门经文前，阿无给你一个练习当做功课。任何事物都是中性的，一件事物被赋予了意义，是从整个星球到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到家庭，再到个人，在这么多层级中，一层层都去赋予了这个事物意义。有些是普遍性的，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是个人情感。现在请准备好纸和笔，我们以一台红色跑车来当练习的例子。首先，你要先形容一下这个车子的外观。它是一部车子，是跑车，是红色的。一开始练习只要2到3个形容就好，只要写出此物是什么，形状及颜色就好，不需要太多和太仔细的描述。再来，你要表达一下你对此物的个人看法和感觉，正面和负面的都可以，也是2到3个即可，不用多，但要表达你真实的感受。例如，感觉很蠢，是有钱人没用的奢侈品，或发动时会很吵，很炫富，或是很酷、很帅，是我梦想的车子。现在我写下的这些形容词，就是我赋予此物的看法与制约。这些看法与制约没有好与不好，不用去评判它们，你只要知道自己赋予了这些在物品即可。现在，把你写下的这些形容词，慢慢的一个一个划掉，每划掉一个，就想象自己少去了此意的赋予。例如划掉红色，你就要开始想象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些颜色失去了这个社会赋予它的形容词，不是颜色消失了，而是你赋予它叫红色这个形容词消失了。所以你还是有看到它的颜色，只是在你划掉的同时，它就不叫红色这个形容词了。现在开始划掉你对此物的个人看法和感觉，
这和上一个化掉物品的外观和颜色操作时有点不同。你化掉时，就真的要想象它们消失了。例如，我觉得这部车发动引擎时可能会很吵，我可以先挑战自己这个想法，告诉自己它发动引擎时是完全静音的，这样就可以消除我觉得很烦的感觉赋予。当你把你所写下的都划掉，并做出适当的想象练习后，此物品在你的世界就会呈现比较中性的状态。当然，中性的程度依着你练习的深度和熟练度会有所不同。你正在试着还给它本来的中性状态。这个练习可以用你所看到的任何物品，一次请用一个身边简单的物品就好。慢慢练习，不求快，有什么心得或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哦。这个练习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并不容易。此练习很重要，如果你开始练习，就是在修行了。一开始记得要真的写下来，不要只是在头脑中想，修行要踏实，不要偷懒哦。一开始写下来很重要，因为在写和划掉的过程，会帮助你更深刻的去思辨和感觉。这堂课我们开始慢慢的从修行原理带入修行实际具体的方法了，大家要尽量跟上进度，只要你没跟上进度，后面的内容就很可能听不懂了，所以可以多听几次或在留言区提出讨论。但如果来者不善的阿吴删留言，也莫再手软的哦。阿吴交代的功课在下堂课上课前要记得做，这样才有办法衔接到下堂课的教学内容。这是实修的课程，讲求学员的实际练习与操作。如果方法都告诉你了还不练，那阿吴即使有通天的本事也无可奈何了。下课喽，拜拜。